韩国巨人当场辱骂武僧义龙，称中国功夫就是笑话，自己动动手指就能击败所有中国选手。屏幕前这个嚣张的韩国人名叫崔洪万，曾当场撕掉中国选手敖日格勒的画像，不但不尊重人，还要在现场闹事。在采访中更是大放恶言，称接受一切中国选手的挑战，在他面前中国功夫根本就不堪一击，韩国功夫才是世界第一，中国人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这里我插一句，韩国功夫是不是第一不知道，但韩国人的厚脸皮肯定是世界第一，这在世界上是毋庸置疑的。说回正题，武僧义龙听到崔洪万如此嘲讽中国功夫时，他立即约下崔洪万，要来一场跨量级的尊严之战。这场比赛，义龙要为中国功夫证明，同时也要为中国选手争一口气，一定要教训下这个嚣张的韩国巨人。好了，那咱们也话不多说，长按点赞，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两位选手已经来到擂台中心，可以看到两人的身高差距非常之大。义龙的话，这场比赛压力非常巨大他的身高1.76米，对手呢有2.18米，这个身高差确实能从视觉方面就能直观的看出来。好的，那这边裁判的话，叫两位选手来到擂台中心碰拳，比赛正式开始。这场比赛的话，一共是只有一回合，但是这一回合将要打9分钟。因为咱们这场比赛是一场跨量级的大战。那这崔洪万刚开局就在这摇屁股嘲讽武僧义龙，非常的嚣张义龙上来连打2拳，随后往后拉开距离低扫，打完之后立马撤回去。对付这种高个的选手义龙要小心一点，尤其是要小心他的长腿，还有他的长臂展胳膊，这种长距离的攻击义龙一定要小心。但是义龙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他有金钟罩护体。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低扫打空，可以看出来义龙非常小心，他的身体是保持一个后仰状态，左腿右腿踢完之后立马往后拉。那这场比赛的话，尽量不要吃到对手的拳头。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崔洪万这个选手虽然他个子很高但是正因为他的个子高，所以导致他的下盘不是很稳。他虽然嘴上挂着韩国功夫但是他们的韩国功夫腿法是练，但是不练下盘这也是为什么韩国的跆拳道一直在国际上被称作花架子的原因。但是韩国人非常执着，就认为他们的跆拳道是世界第一的功夫。这边又是一波近身的搂抱，打完之后立马拉开。义龙要保持小心，看能不能在下路找到一些突破。因为这个身高差的话，想打头也不太现实，除非义龙跳起来打人，但是跳起来的话漏洞就太大了。看一下义龙接下来怎么进攻。崔洪万的话，前手拳不断在点，义龙左摇右摆，小心，非常小心。低扫想把对手绊倒，刚才也说过就是打对面的下路。义龙还在瞄准，他寻找机会。我觉得一定要先从上路吸引注意力，接着呢从下路发起进攻，这样一个声东击西打法是最好的。义龙跑开，拉开距离，再换一个合适的角度。而且这种大吨位的选手，他的体力消耗也是很快的，所以说义龙在保持体力这一方面，只要做好的话，那么再过一会儿他将会非常有优势。义龙低扫再踢，这边一个佯攻，又是佯攻。义龙现在开始用战术了让对手以为自己在进攻，但其实并没有，以此来消耗对面的体力，而且呢还能分散注意力。这边低扫，再补一发右手拳，再低扫，近身的连续2波追打。崔洪万没有想到义龙这场比赛的计谋非常不错，打这种差距大的选手一定要用脑子。义龙左摇右看，还是在寻找新的角度，他要小心一点。那么还剩6分钟，又是右手拳左手拳的配合，这边打到了对手下巴。义龙虽然说个子有差距但是他每一拳都打得非常认真，刚才的2拳也是非常有效的击打到对手的面部。来看一下这边接下来的进攻，低扫吃到1拳，但是这一拳看着好像是打到了义龙的后脑，不过义龙并没有提出异议，裁判没有叫停。这韩国人开始耍阴招了，感觉自己节奏不对，就开始打后脑。那这边义龙突到近身，又是连续的击打。义龙拉开距离之后，这边又是一个非常小心的状态，
右手一直架着，左手随时调动，这个打法也是没见过。一龙一发右勾拳，再加左手重拳，左右拳配合，又是低扫，低扫完事儿，同时打出一发左手拳，一定要打这种同时进攻的战术，非常不错。转身一脚，这一脚正中对手的腹部，但是崔永万却说一龙踢他裆了啊！这个情况的话有点尴尬了啊！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踢到裆了，还是说崔永万装的。现场的美女笑坏了啊！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崔永万在台上捂住裆部，正在休整。那裁判的话还在这里不知所措，要问一下崔永万还要不要比赛。一龙的话有点无奈啊，怎么会这样呢？但是我刚才看那个角度的话，应该是踢到的腹部，并不是裆部。崔永万的话，可能是觉得自己正面打不过的话有点丢人，于是呢想使出这一招。总之啊，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一脚的话，很明显啊是踢到的腹部啊。果然，我刚才没有看错啊，这明明是踢到腹部，结果崔永万却往下面指，一龙懵了，我也懵了，裁判也懵了。一龙当时还道了歉，他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但是从回放能看出来，这韩国人就是装的。他说自己被踢到裆部了，但其实呢是为自己的打不过找借口，找个借口说中国人踢他的裆部啊，把他踢的没法作战，但其实并不是啊，而是他知道自己打不过了，于是找了一个借口溜下擂台。现场的观众也是在对他喊嘘，这明显是在装病。再来看一遍，一龙踢出这一脚，很明显的腹部，非常明显的腹部。那看一下裁判最后该怎么判定这个情况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裁判过来查看崔永万的情况，崔永万还在说自己很疼。那这样的话，裁判只能说崔永万放弃比赛了，他没法作战了。那这样的话，将由一龙拿下一个 TKO。看一下，再确认一下，一龙也是在旁边等得很急啊，等了半天了。就是不给个结果，韩国人还是痛苦的表情，还在装，还在这装，还说要打一龙，但是呢，裁判挥手说比赛结束了，你没法打了。那这样的话，这场比赛的胜利将由武僧一龙获取。可以看到，这个韩国人还是很不服啊，他这也是装的，他要给自己的韩国粉丝一点错觉啊，说自己是被暗算了，然后呢，还要表现出很可惜的样子。他这个心理啊，我已经给他分析的非常透彻了。那这样的话，最后让我们恭喜武僧一龙拿下了这场跨量级的大战。这场比赛啊，虽然说打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持久，但是打的也很精彩。一龙依靠自己强大的战术思维赢下这场比赛，而韩国人呢，则是胆怯的逃跑了。那最后的话，让我们恭喜一龙拿下这场比赛胜利，也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帮我点赞、收藏、关注。我是旭凤，我们下期3再见。